我叫沈晴，是个没背景、没资源的替身小演员，替别人跳楼，替别人受伤。恭喜白云老师杀青！台词是我的，镜头从来不是。雨薇，杀青快乐。这是我的男朋友，港圈太子陆彦舟。怎么，沈晴那个舔狗怎么没来啊？陆少，这个沈晴应该是你第99个猎物了吧？陆少牛逼呀！哎，大家都来看看啊，这可是沈晴给彦舟哥哥准备的爱心便当，真是费尽心思啊。这年头还有人送爱心便当，土不土呀？他一个福利院长大的孤儿，没钱没势，除了这种破便当，还能送什么回礼给彦舟啊？就是，他一个没名气的三流小演员，能送出什么礼物？哎，陆少，还有没有什么更劲爆的东西，给兄弟们分享一下呀？想看？想。发群里了，慢慢看。隔天，我的照片满天飞，我假装不知情，反而连陆彦舟撩得更狠。晴晴，我爱你，这是我最喜欢的链子，你愿意一直做我的小狗吗？他把宠物狗的项链送给了我，我愿意，我便戴上，发朋友圈秀恩爱。他在人造雨中假意表白。晴晴，我爱你，如果你爱我的话，愿意为我淋雨吗？我配合他，被淋成落汤鸡。狼狈的视频被全网传唱。我知道他们这个圈子很爱玩这种狩猎游戏。哇！可没人知道，从陆彦舟选中我的那一刻，我绑定的谎言报复系统就被激活了。谎言报复系统已激活。他说的每句虚伪情话，我爱你，都在为我的小金库，我爱你，添砖加瓦。累计金额48.5亿元。现在钱快攒够了，我也懒得演了。等会儿，看谁来电话了？这女人还真是粘人啊！嘘。喂，宝贝。彦舟，伯父伯母同意我们在一起了。当然了，他们都很喜欢你啊。检测到宿主被绑定对象欺骗。太好了。你们都听到了吧？他刚才激动的就像捡了金山一样。还得是彦舟魅力无穷啊！这都已经第99个拜倒在你胯下了。我们来打个赌吧，我赌沈晴1个月之内会为我退圈生子，谁下注？我1个月，你们也太看得起他了吧？我看呀，这半个月就得乖乖就范了。1星期已经不能再多了。3天，我就赌3天。彦舟哥哥，这一次太没意思了，这么快就上钩了，这个游戏越来越不好玩了。哎呦，雨薇，你吃醋了？放心，能配得上我们陆少的只有雨薇，别的女人啊都只是玩玩而已，是吧，陆少？那个沈清啊，不过就是一个福利院出来的孤儿，
眼皮子浅得很，随便给他点好处，就被陆少迷得五迷三道的。可不是嘛，他现在对燕州那可是言听计从。哎，还记得王导那部冲奖的文艺片吗？事件前一晚，燕州一个电话骗他说喂他，那傻子呀就冒着大雨去找燕州去了。结果呢，燕州随便编了几个理由，说车抛锚了，正在回去的路上，让他再等等。那傻子就在暴雨里站了4个小时，4个小时，最后发烧发到40多度，失惊自然就火。那可是王导呀，一步登天的机会就这么就没了。不过正因为如此，雨薇才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不仅试镜成功，现在可都是1线的女明星了呢。她也配跟我抢？抢？我已经得到了加倍的补偿，很快你们就会付出成倍的代价。燕州哥哥啊，3天后呢就是沈晴的生日了，到时候啊你不跟他分手，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他的反应了。妙啊，生日变忌日，够刺激。喂，还是你会玩，到时候咱们都去现场看他出场怎么样？对呀，我猜他会像5号那样歇斯底里，又哭又闹。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说不定啊，跟那30号一样，直接精神失常进疯人院了呢。我求你了，别跟我分手，我求你了。他那么爱燕州哥哥，依我看啊，他8成会像48号那样，找个地方跳下去，一了百了。你爱我吗？跳进去！爱我你就跳进去啊！跳啊！跳楼？精神失常？不，我不会的。很快你们就会知道，这场游戏的猎手早已易主。从陆彦舟假意表白开始，星星，我爱你。他的每一个谎言，我的系统按句收取，明码标价。谎言的价值会根据陆彦舟的身价和欺骗程度翻倍计算。你能来照顾我吗？最后都会化作真金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入我的账户。宿主累计金额48。这钱赚的舒坦。宝贝，3天之后你生日，我要为你举办盛大的宴会，来告诉大家我们俩订婚了。真的吗？我好开心啊！谢谢你啊，老公。哎，你们听见了吗？听他这语气，肯定是高兴疯了吧？哎，燕州，还得是你，你最会玩了。燕州哥哥，要不然呢，趁这个由头，你就让他写退圈声明吧，就说陆家未来的女主人不适合在娱乐圈抛头露面。等到时候啊，你跟他分手，他爱情也没了，事业也没了，那岂不是更加的绝望？还是以为会玩。哦，都依你。原本我只想靠着系统攒点钱，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可随着游戏的深入，我亲眼见识这群富二代视神秘如死囚的丑恶行为，所以现在我的目标变了。来，我要攒足够的钱，玩得开心。来，一个个搞垮他们。宿主再接再厉，还剩1.5亿即可收购陆氏集团，还差1.5个亿。收购陆氏集团的计划正式启动。燕州，你回来了。
跟我最合适，真有点舍不得你。我们不是会一直在一起吗？陆彦舟虽然不是个东西，但长得帅，身材好，活儿更好，我不管他。晴晴，生日那天发个推荐声明吧。为什么？我陆家未来的女主人不适合待在娱乐圈。哼，乖啊，听话。那你会养我吗？这样吧，我把这房子送给你，再往你卡里打100万，明天我们再去挑点首饰和包包，好不好？好啊。喜欢什么？今天全都买给你。我喜欢那件。行，那就那件。谢谢你，燕舟。沈小姐，要不是靠着燕舟哥哥，你这辈子都进不了这种高档品牌店。这么说倒也没错，我确实是因为他才赚到那么多钱。算你有自知之明。不过白雨薇，你要不是资源好，也不会拥有这一切吧？行了，你喜欢的我去结账。哎呀，昨晚燕舟还真是不知轻重。你说他怎么会这么喜欢我呀？你别太得意，你迟早会被抛弃的。燕舟，白小姐说你会抛弃我，你会跟我分手吗？燕舟哥哥，白雨薇又在胡说什么？陆彦舟当然会不高兴，这场戏还没到最高潮的分手时刻，他怎么会允许别人破坏他期待已久的好戏啊？青青，你别听他胡说，我不会抛弃你的。检测到宿主被绑定对象欺骗，到账5000万。白雨薇，你果然有用，不枉我昨晚用陆彦舟的亲密照接你过来。彦舟哥哥，给晴晴道歉。沈小姐，对不起啊，刚才呢是我一时心直口快，你别往心里去啊。青青，她就是我从小宠到大的妹妹，单纯没心眼，别往心里去啊。怎么会呢？白小姐也是关心子路啊，我明白的。我当然要原谅了，毕竟白雨薇可是我刺激陆彦舟说谎的最佳助攻。这样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呢，我请你们吃饭。我知道一家私人会所，味道很不错。好啊。夏香，您的菜品已上切。知道了。青青，给你点的牛排、鹅肝，还有你爱喝的红酒，都是你最爱吃的。来。谢谢你啊，燕舟，我很喜欢。可惜了，要是怒气也能兑换财富，光靠白雨薇，我恐怕早就富可敌国了。听说沈小姐从小被家里人抛弃啊，这么些年在娱乐圈应该没少遇到潜规则的事儿吧？是啊，不过燕舟都替我挡了去。事实上，最大的一次潜规则危机，就是陆彦舟设计的。他故意找人对付我，然后再英雄救我。想要进入娱乐圈，今晚就好好陪陪我。青青，你没事吧？对不起，我来晚了。
他骗我说那是品牌老总，就为了让我把国际代言的机会让给白宇威。沈小姐，你能遇到燕州哥哥，真是太幸运了。青青，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保护你，不让你受一点欺负的。检测到宿主被绑定对象欺骗，到账5000万。谢谢你啊，燕州，有你在真好。啊，燕州哥哥，沈小姐，这附近呢新开了一家游泳馆，水质不错，我们一会儿去体验一下。好啊。好啊。燕州哥哥，你不怕被你女朋友发现吗？你不就喜欢我有女朋友的样子吗？讨厌！再说了，你不是也有男朋友吗？陆彦舟，你还真是抢手。不过以后我不会再碰你了，真脏。彦舟，你在干什么？青青，我跟雨薇在教他游泳呢，你别多想啊。对啊，燕州哥哥他游泳技术很好，下次让他也教你吧。晴晴，我跟雨薇什么都没有，你相信我。我相信你。谎言价值评估中，到账5000万，当前累计金额50亿元，收购陆氏集团资金已充足。终于凑齐了。怎么了？没事，彦舟，我相信你。沈晴，我倒要看看，等到了那天，你还笑不笑得出来？资金已就位，收购港城集团计划开始。资金已就位，收购港城集团计划开始。这个沈晴不会以为自己真是主角吧？竟然来的比我们还晚。就是。哎，他该不会不来了吧？哎呀，肯定来啊！这可是燕州花仙为他准备的生日宴，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做梦啊，都想从这个灰姑娘变成公主。燕州哥哥，你这段时间一直在陪着沈晴这个贱人，还帮她说话，让我道歉。一会儿你一定要跟她好好出口恶气，我要让她千倍万倍的讨回来，把我所有的委屈都给我还回来。好，都依你，一会儿看我怎么玩她。不过说真的，沈晴可是个大美女，路上你跟她相处这么久，就没有一点点动心？别瞎说，小心雨薇打你。是我说错了。燕州哥哥什么身份啊？整个豪门圈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他，而他沈晴不过就是福利院的一个孤女，连给我提鞋都不配。雨薇说的对，她就是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殊不知她只是我的第99个狩猎对象。我答应过老爷子了，玩完最后一个就回去继承家产，我怎么可能不玩个尽兴呢？燕州哥哥，你待会儿不仅要甩了他，还要当着港圈所有豪门有头有脸人的面，让他无地自容，这样他再也不敢妄想挤进我们的圈子。我都已经迫不及待啊，想看到他梦碎后的表情了。等会儿我要全网直播，看他丑态百出的样子。
燕州哥哥，这么高级的礼服，是不是你给他买的？放心，那是假货。青青，你来了。你说你很喜欢我，只要你愿意为了我退圈，我就愿意娶你，好吗？好。最新消息，演员沈晴傍上太子爷宣布退圈。这位宾客朋友，今天我有一件事想要宣布，我打算退圈了。接下来我会更换我的人生目标，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贤妻良母，好好相夫教子，做全职太太。我操，这真的是真的。今天可真是一个好日子呀！那还愣着干啥呀？有请我们今天宴会的主角沈晴小姐上台啊！许个愿吧。还真是高兴啊！真的难道以为燕州哥哥要跟他订婚？真是白日做梦。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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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青青，我想跟你说句话，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我们之间身份差距太大了，就算是你退了圈，我爸妈也觉得你配不上我，配不上我们陆家。早点分手，对你也好。你是个好女孩，祝你早点找到可以跟你结婚的人。涂彦州，你的演技还不错嘛，那我也陪你演一下好了。彦州，为什么呀？我们不是真爱吗？真爱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的。怎么克服困难？笑死我了！认清现实吧，你不过就是福利院的一个戏子，还妄想陆少的真爱。陆少不过就是玩玩你而已，还真以为自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啊！不知道跟多少人睡过，陆家怎么可能有她这种女人？不过我不建议试试啊！你捞女捞够了就知足吧，赶紧别再纠缠了。彦州，彦州，所以你之前对我所有的温柔，所有的关心，都是骗我的。那些承诺，演了这么久的戏，我好累呀！沈晴，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爱你吧？啊？你看你身上这一身，这普通人得奋斗一辈子吧？对我来说就是洒洒水啊！我跟你的身份天差地别，你想嫁给我，这不是痴人说梦吗？不好意思，现在 game over。看他这个样子，看开呀！直播间又涨人了。是，演戏挺累的，我也懒得再演。涂彦州，你说的对，你我现在的地位确实是天差地别。不过，是我在天，你在地。疯了！他是真的疯了！跟那个30号一样，受刺激，精神失常了。快打电话送精神病院吧！别急，涂彦州，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沈晴，你都已经被彦州哥哥给甩了，你还恬不知耻的讨好他吗？沈晴，你知道的，我最不喜欢不识趣的女人。
涂彦洲，你的大礼到了，3、2、1。港城集团被神秘财团收购，陆家即将失去实际控制权。我操！快看财经新闻，港城集团被神秘资本收购，宣布破产了。真的假的？我也看到了新闻，港城易主了。什么？怎么可能？破产快乐，陆少爷。破产快乐，陆少爷。不可能吧？港城破产了？新闻上说港城被收购了。我操！不会吧？开什么国际玩笑？不可能！彦州哥哥，你别急，这一定是假的。陆家可是港城集团最大的股东，不可能轻易的就破产的。就是啊，这完全就是无稽之谈呀！这哪家无良媒体啊，竟敢如此爆料？我就说嘛，谁有本事收购港城集团？贱人，你是故意的吧？弄来假新闻唬人？原来是你，沈晴。之前装作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原来只会用这种手段。涂彦洲、白雨薇，你们也太自大了吧！你们怎么就那么确定港城集团不会破产？你还在装？你都已经被彦州哥哥给甩了，所以你心有不甘，才到处撒谎来唬人的。立刻给我去沟通媒体，3分钟之内，我要让这个假消息撤掉。果然是假消息吹的呀！沈晴，你就只会用这种小伎俩来对付我是吗？那你就等着吧，涂彦洲，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找死！彦州哥哥，你别急，我有个好办法，能羞辱他。沈晴，你这一身高定是彦州哥哥给你买的吧？既然已经分手了，你就应该脱下来，全部脱下来，全部脱下来。是呀，脱呀！快脱呀！脱呀！有人看呢！白雨薇，你就这么确定我身上这件礼服是陆彦洲送给我的假货？你知道这是假的？假的怎么啦？假的配你绰绰有余。像你这样的穷酸货，还买得起高定吗？就是。那就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礼服是真是假？这好像是真的，好像是全球唯一一件梦幻流光晚礼服。怎么可能？是真的又如何？还不是用彦州哥哥的钱买的。既然现在已经分手了，照样得还回来。脱！这么多人等着看呢！快脱！我这直播间又涨人了。沈晴，这就是得罪本少爷的后果。我本来真的想放过你的，毕竟你也给我带来了一段很快乐的时间。哼，谁让你自己找死，污蔑我家破产。罗彦洲，本来我也想放你一马，但你死性不改，总是把自己凌驾于人权之上。那我就好好让你尝一尝失去一切的滋味。就凭你呀！彦州哥哥，别跟他废话，你不脱，我来帮你脱。你竟敢打我！同样身为女性，你助纣为虐，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玩弄女性，我打你怎么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扒光他的衣服！沈晴，你别太过分了。彦州哥哥，他打了所有人，快去教训他。3分钟到了。什么？你不是说3分钟之内可以让人把新闻撤下吗？现在时间到了。这假新闻怎么还在上面啊？难道是真的？不会吧？绝对不可能！
一帮废物，一点小事都做不好。喂，陆少，新闻属实，他们不肯撤。放屁！沈晴啊，沈晴，我看你长本事了是吧？这次够下血本的啊，把我给你的钱全都买通媒体了是吧？真是太可笑了，罗彦洲，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们陆家的股票要是因为这件事跌了，我绝对不可能放过你。好啊，那就看谁不放过谁。沈晴，你就是得不到燕州哥哥，所以就想毁掉，真是一只惹人生厌的可怜虫。白宇文，我看你又是脸不疼了是吧？别吵了。老爷子电话。喂，爸。混账东西，集团破产了！混账东西，你在外面到底得罪了什么人？现在集团破产了，所有的资产都被冻结了。哎呀，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陆彦洲，你的噩梦开始了。不，爸，这一切都是假的，对吧？我们家这么大的企业，怎么可能说破产就破产？爸，这都是谣言啊！爸，你有没有脑子？哪家媒体敢造我们的谣？你是不是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对方现在要置我们于死地呀！混账，赶紧给我滚回来！陆氏真的完蛋了，看来是真的。不会的，我们家怎么可能会破产？对，陆家不可能就这样没了，就凭他一个蝼蚁，也能撼动得了陆氏。蝼蚁？是啊，在你们眼中，我们这些普通人，大概跟蝼蚁也没什么区别，对吧？可你们忘了，皮肤也可以撼动参天大树。你少危言耸听，你不过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蒙着了吧？雨薇说的对，你一个福利院出来的孤儿，连上学都要靠助学贷款的特困生，一个没有资源的三流演员，怎么可能撼动得了我们陆家？陆彦洲，你永远这么自大不可一世，我真想好好看看你从高处摔入泥潭的模样。这件事情有蹊跷，等我查清楚了，我不可能放过你。走。下次见面，我会送你一个大惊喜。怎么可能？我们家真破产了？爸，你怎么？你个混账东西！你究竟在外面都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集团破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哼，他们说让我回去问问儿子都干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呀。再说，就算我做了什么，我们家在港城要风得雨，谁敢得罪我们？到现在了，你还敢这样说话？我们的集团已经易主了，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怎么会这样？对方什么来头？沈小姐，您来了。沈晴，是他。快请进吧。谢谢。难道真的是他？他收购我们集团的是传说中18岁就成为华尔街点睛圣手，号称金融鬼才的天之骄子萧直。萧直，我听说过他，据说他很擅长金融操作，搅动商场风雨，曾经还让国内外好几个老牌势力栽了跟头。没错，就是他。可他为什么突然盯上我们陆家？他跟沈晴又是什么关系？第一次正式见面，你好，我是沈晴。你好，我叫萧直。终于见到你了，谢谢你啊，盟友，帮我彻底收购了港狮集团。也谢谢你，盟友，
若不是你的资金支持，我也很难搞垮陆氏。你跟他们也有恩怨？你也有秘密，不是吗？我喜欢你这样的聪明人。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毕竟陆远洲在港城集团还有股份。当然是跟你一起合作，彻底把他踢出局。陆先生，这就是你的工位了。什么？你让我坐这儿？我以前好歹是个总吧，你让我坐这儿？给我一个独立办公室。抱歉啊，陆先生，你之前在公司可是一天班都没上过。总裁说让你先从助理开始做。不是，你有没有搞错？我陆彦洲，港城集团陆氏继承人。还陆氏呢？港城集团早就改朝换代了。我看你啊，是还没睡醒就来上班啊？说什么呢？都该雷！我要见你们总裁。不好意思啊，总裁没空。哎！我也喜欢你这样果断的人。看看这间办公室，喜欢吗？你的意思是把这间办公室让给我？你是集团的新任总裁，当然由你来做了。可我不像你懂那么多，而且公司有你坐镇，我挺放心的。我也想低调一点，不然没法解释我的钱是从哪来的。好，那我就做你的台前发言人。你有任何想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帮你。谢谢你啊。陆先生，你不能进啊！闪开！我要见你们总裁。站住！这里是总裁办公室，不是你能来的地方。谢谢你啊。沈晴，难道真的是他？这是总裁办公室，不是你能来的地方。对不起啊，肖总，是他硬要闯进来的。肖总，你就是肖直，是你收购了港城集团。不错。哈哈，肖总啊，我曾经也是集团的股东，职位也仅在总裁之下，你看能不能？不能，这是他的决定。你要是不想干了，可以随时走人。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好，我知道了。看来肖直背后还有大佬，会是里面那个人吗？还不走？陆彦洲，5年了，我终于可以为他报仇了。你的噩梦才刚开始。肖总，你一个人在这发什么呆？你没事吧？我没事。陆彦洲在集团还有5%的股份，他不会轻易退的。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逼他把股份交出来。什么办法？你喜欢古董吗？啊？我不是成立了慈善基金会吗？只要对外放出消息，谁能把肖总中意的古董拍下来送给他，谁就有资格加入董事会，成为你的专项合伙人。他那么在乎他的集团的位置，肯定会上钩。到时候你就跟他竞价，让他血本无归，不得不用股份来置换。不愧是金融鬼才，你聪明的有些过头了。总裁过奖了，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我那儿正好有字画，你可以拿去当拍品。不愧是你啊，左手进右手出，在下佩服。笑了就好嘛，别总那么严肃。年纪轻轻的，跟小老头似的。沈晴，你也是陆彦洲狩猎游戏的受害者，居然还能这么阳光。要是他也能像你一样就好了。谁啊？哦，
我是说其他那些女孩。你放心，我一定让陆彦舟知道，玩弄他人秘密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为他伤害过的每一个女孩讨回公道。我求你了，别跟我分手！我求你了，不要跟我分手！我求你了，谢谢你，我知道你成立慈善基金也是为了帮助他们。既然我那么幸运拥有了金手指，自然要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了。金手指？对，金手指。沈晴，你怎么在这儿呢？沈晴，你怎么在这儿呢？拿开你的脏手，我在哪儿？还需要向你报备？你还没回答我，你2次出现在这儿，你认识萧直啊？你管得着吗？陆彦舟，你可别忘了，从一开始你我之间就只是一场游戏，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既然我已经退圈了，当然是有了别的工作。工作？怎么，你追我都追到公司来了？真是自作多情。我就算要追男人，也是会选萧总那样的。你也配？行啊，知道我不如以前了，已经去攀更高枝了是吧？萧直那样的精英男会看得上你？别做梦了。是吗？敢瞧不起我？雨薇，你的消息属实吗？只要能拍到萧总中意的画作，就能进入集团董事会，成为他的专属合作人。彦舟哥哥，你就放心吧，这可是我花重金从这场拍卖会负责人那里打听到的。太好了，我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让集团重新回到我手里。我相信你。放心啊，哥几个都听你。他怎么在这里？沈晴，你来这里干什么？这不是很明显吗？来参加拍卖会。你来参加这么高级的拍卖会，你该不会是被彦舟哥哥甩了，所以脑子受刺激了吧？就是，他都退圈了，连跑龙套的资格都没有，哪来的钱竞拍呀？我看你连门口的一块地毯都买不起吧？照我说啊，你就是没了彦舟哥哥，生活不能自理，所以就跟踪我们来到拍卖会，对着彦舟哥哥死缠烂打。沈晴啊，你也太不要脸了吧！沈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就算你长得再好看，你这么低微的身份也配不上我，你就别自取其辱了。自取其辱的是你吧，陆彦舟，你在我眼中就是落魄的哮天犬，不如路边的一条狗。你。几位客人，请问发生了什么事？经理，你来的正好，来这边的客人都非富即贵，他一个小职员，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有邀请函。没错，我看他就是偷偷混进来的。这位小姐，我可以看一下您的邀请函吗？我的确没有邀请函。听到了吧，经理？我建议立刻把他赶出去，以免影响会场秩序和其他客人。这位小姐，很抱歉，请您离开。等一下。我确实没有邀请函，但我有紫金卡。紫金卡？这是什么东西啊？见都没见过。你当然没见过，因为这是我首创的。真是笑死个人了。沈晴，你造假呢，也应该造点像样点的东西。这个紫金卡该不会是你在拼夕夕9.9块包邮买来的吧？哎呀，沈晴，我们什么身份，有什么卡没见过？就是没有听说过什么紫金卡。你好歹也跟过我吧，怎么就这么没见识？没见过，那说明你眼界低，见识浅。你，经理听到了吧？他就是在狡辩，不知道从路边哪里捡来一张卡来吓唬我们，立刻把他赶出去。
这位小姐，可以让我看一下这张卡吗？没问题。这不是我们慈善基金会创始人的资金卡吗？什么？怎么可能？紫金卡，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对了，我好像听说过集团旗下的慈善基金会专门做了一张紫金卡，这张卡专属于基金会的创始人。这不可能，经理，这一定是他伪造的。沈小姐，十分抱歉，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您。没关系，您请，拍卖会即将开始，专属座已为您准备好了。哎，经理，就这么让他过去了？这万一卡是他伪造的呢？陆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紫金卡是不是伪造的，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紫金卡是独创的设计，根本没办法伪造。这群眼瞎的富二代竟敢得罪基金会的创始人，港城集团的总裁。拍卖会就要开始了，若不想参加，尽请离开，免得影响其他贵客。哎，你燕州哥哥，算了吧，等拍卖会结束，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付那个贱人。好啊，沈晴，不愧是个演员，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走。哎呀，不愧是集团旗下的基金会，服务就是周到。沈小姐，这些是专门为您准备的，是肖总特意嘱咐的。他这是想让我吃饱喝足，好跟陆彦洲竞价。你有任何需要，随时吩咐。好。燕州哥哥，你看，就连陆叔叔和我爸参加这种拍卖会都没有这样的待遇，他沈清一个底层人，凭什么？装模作样，不过就是打点的经理陪他演戏罢了。一会儿拍卖会开始，真金白银开拍的时候，他不就现原形了？没错，我们就等着看他的好戏。慈善拍卖会现在正式开始，有请第一件拍品——无名风景画，起拍价5000元。萧直收藏的画这么便宜，玩我呢？5000元。5000元一次，5000元2次，5000元3次，成交！恭喜沈小姐。燕州哥哥，你说的对，我还以为他能装多久呢，原来只敢拍最便宜的垃圾啊！哼，垃圾，这可是萧总最中意的几幅画之一。什么？这种千篇一律的无名画，怎么可能入得了萧总的眼？你爱信不信，我可是专门对萧总做过调研的。我就算是要追男人，也是会选萧总那样的。你也配？可恶！难不成他真想攀上萧直？燕州哥哥，他说的是真的假的？他花那么大血本来这里，肯定是有备而来。一会儿不管他拍什么，我们都追。好，上钩了。有请第二件拍品——暗夜玫瑰一幅，起拍价1万元。1万、2万、5万、10万。沈晴，都见底了吧？不敢再跟燕州哥哥叫价了。10万一次。20万。沈晴，你在乱开什么价？我以前送你的东西我可都收回来了，你现在就是一个月薪只有3000的小职员，你哪来的20万？他就是得失心疯，在故意捣乱的。经理，你真让他这么胡闹不管管吗？你知不知道沈小姐其实是……怎么，堂堂陆大少爷连20万都拿不出来，要用这种把我赶出去的方式获得拍品？你刚刚不还是势在必得吗？沈小姐出价20万，有没有比20万更高的？50万。沈晴，我就不信你还能跟。100万。疯了吗？你哪来的100万？到时候交易的时候你给不出钱，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你有钱你就跟呗，废话那么多。你，燕州哥哥，这幅破画根本就不值这个价，咱们别再跟了。你走开！这可是我进入集团董事会的机会，我势在必得。150万
150万。300万，300万。燕州哥哥，别再跟了，他就是故意的，他就是不想让你讨好萧总，想要破坏你进入集团董事会。300万一次，300万2次，等等。沈清，我怀疑你根本就没钱，我要求验资。验资？没错，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有支付能力，只是在恶意抬价。我要求拍卖行立刻查验他的资金证明，否则我就要质疑本次拍卖的有效性了。抱歉，按照拍卖行的规定，所有客人在入场前已完成验资流程，确保具备真实的竞拍能力。在竞拍过程中，无人有权对客人进行中途验资。可笑，他要是真有300万，会不敢验资吗？除非是你们2个串通一气，互相包庇吧。没错，就应该是这样。沈小姐，好啊，我可以验资，但我有个条件，如果我证明我有300万，我要求你陆彦舟以10倍的价格拍下这幅画，以10倍的价格拍下这幅画。10倍，那就是3000万，你疯了不成？沈清还在装呢。行，我答应你，如果验资通过，我就拿3000万买完这幅画；如果验资不通过，我要你给我做奴隶，以后就听我差遣。我要让所有人知道得罪我陆少的下场。经理，还愣着什么呢？验资啊！各位，这是本行的专用验资设备，绝对准确无误。沈晴啊，你就赶紧认错吧，省得到时候在大家面前丢尽了脸面。那就看看，待会儿丢脸的是谁。你真不知好歹！我现在就拍下照片，看你验资失败的样子，让你在港城再也出不了头。这可是我最新款的手机。拍卖会禁止拍照，你懂不懂规矩？行了，经理，还愣着干嘛？验资。这张紫金卡有我全部的资金。好的，沈小姐。验资通过，本卡当前余额为1000万元整。1000万，1000万，1000万！才短短几天，萧芷就给我挣了几百万了，真不愧是点金圣手，我算是捡到宝了。这不可能，这机器一定坏了，他哪来的1000万这么多钱？我要亲自查验。100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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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该履行你的承诺。1000万元整，3000万元整，买下这幅画。1000万元整。3000万！哎，彦州哥哥，该死！就算变卖陆家剩余的家产，也只有500万。怎么没钱啊？你不还有集团股份吗？可以变卖来换资金啊。股份？陆少爷，你与沈小姐的赌约，我们已经全部见证，无从抵赖。请你解决一下这幅画的支付问题。3000万，您是现金还是刷卡？您是现金还是刷卡？您是现金还是刷卡？怎么办啊，彦州哥哥，我们可没有3000万，要不然你把股份给变卖了吧。签了他。不行，我没了股份，集团哪有我的立足之地啊？那就想办法凑钱。不过现在陆氏破产了，就算把所有不动产变卖，恐怕也就500万吧。他怎么会这么清楚？萧芷早就给陆氏的资产做了评估。500万，那还远远不够啊！彦州哥哥，要不然你就签了吧。这幅画可是暗夜玫瑰，是萧总最喜欢的，我们把它拍下来送给他，你就能进集团董事会了。董事会？
可是股份……陆彦舟，签字吧，你没有别的选择。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贱人，一切都是你害的！彦舟哥哥，彦舟哥哥，打我！敢当众动手，我不仅要打你，还能把你送进去关几天，你信不信？陆少爷，请你遵守会场秩序，解决一下这幅画的支付问题，否则我会请公证人员进行执行。陆彦舟，你就等着被我彻底踢出局吧。等等，我还有一个办法。余威，还有你们4个，每个人借我600万，快点！彦舟哥哥，你们什么意思？600万你们都不借我，等我回到集团董事会，你们每个人赔你们双倍。好，陆少，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东山再起。彦舟哥哥，这卡里有600万，是我全部的积蓄了。5张卡，一共3000万，你给我收好。该卡已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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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冻结？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都被冻结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5张卡都被冻结？冻结了？什么？怎么会冻结了？该卡已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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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我爸把我卡给停了。我妈把我的卡也冻结了。难道是萧直在背后推动的？陆少，我妈还说，以后别让我再跟你玩。我爸也是。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吧。3个混蛋，真没义气。彦舟哥哥，现在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当然是签字了，不然就要被强制执行了。彦舟哥哥，也只能这样了。最起码我们把这幅画给拍下来了，这样你以后就能进入集团董事会了。是啊，陆少，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啊！在高兴什么呢？你看，是个好消息，那庆祝庆祝，尝尝。你是什么时候准备的？干杯！多亏了萧总把那几个富二代的卡给冻结了。你猜到了，那几个老总都要跟我合作，我便顺势要求他们把子女的卡都冻结了，并且不得跟陆家往来。幸好你有先见之明，不过那几幅便宜画怎么回事？标价不重要，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让陆彦舟用难以负担的价格把它买下。你连我都算计啊！别生气，明天我会举办一场商业宴会，向全港城宣布你是集团新任总裁。好，记得邀请陆彦舟，我很期待他知道我现在的身份时会是什么表情。我也很期待，当他从高处跌落谷底，一无所有，会有多崩溃。萧直，你为什么看起来很恨陆彦舟？你们是有什么过节吗？他伤了我最亲的人。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在商业宴上让他身败名裂。好。陆
陆先生，你怎么来了？我来找肖总，来给他送幅画，我好不容易拍下来的暗夜玫瑰画。是这样，你把画呀直接给我就行了啊。肖总在忙呢。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谈。重要的事也不行，肖总啊谁都不见。不是你个开门的，你能管事吗你？啊，这么轴呢？陆先生，肖总有交代，今天有要事，不见任何人。集团明晚呢有商业宴会，肖总邀请了你参加，但现在还请你离开。啊，商业宴会是吧？那行，帮我把画给他吧，然后我就一定准时到，小心点，贵。好的。燕州哥哥，肖总特意邀请你参加这么高级的商业宴会，一定是对你的看重呢。那是当然，毕竟我可是拍到了肖总最喜欢的一幅画，他一定会在宴会上公开宣布我加入董事会。陆少，我们相信你很快就能拿回港城集团。看，是港城集团总裁来了。天哪，好美啊，真让人羡慕。沈总，肖总处理完手上的事就会立刻过来，您稍等一下，我先去停车。好。怎么会是他？沈晴，你为什么会从总裁的车上下来？蠢货，你猜？难道他是集团的新任总裁？怎么可能？集团总裁是肖总啊！我差点给忘了，你也拍到了一幅肖总喜欢的画，就拿那一幅画讨好了他，就换来了一个免费乘车的机会呗。陆彦舟，我还没开始找你麻烦呢，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冲上来打脸？沈晴，我告诉你，你别得意啊，别以为讨好了肖总，你就可以高攀上他。同样的话，我也送给你。你个贱人，拍卖会上这么耍我，让我抛掉了我的股份，这事儿我记下了。等我重回了董事会，夺回我的一切，我会让你100倍偿还我。陆彦舟，妄想症是病，我建议你呢，赶紧去医院查查看。你，沈家，你竟敢骂彦舟哥哥有病！让开，我没心情在这听你们狗吠。你走一个试试。不是你，看我这鞋子白穿的吗？沈总，你没什么事吧？你们几个敢拦沈总？什么沈总？他不过就是一个底层人，也配参加这么高级的宴会？你不是肖总旁边那个方特助吗？你为什么叫他沈总啊？你们几个敢得罪沈总，就不怕集团把你们拉入黑名单是？彦舟哥哥，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他真的攀上了肖总？不可能啊！肖直是什么人啊？能看得上他？我知道了，走。沈总，您交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谢谢。沈晴啊，你还真是演上瘾了是吧？还找个人专门伺候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又想故技重施，收买方特助。我就说嘛，敢公然跟我们叫板，原来是又出卖色相，勾引肖总不成，反而勾引他的助理来和他演一场戏啊！你在胡说什么？哎，方特助，你不知道啊，这个人啊是个撒谎作秀的惯犯了。他之前啊就收买了拍卖行的经理，这次又是故技重施。我劝你啊，把你的眼睛好好擦亮了，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人。该擦亮眼睛的是你们。他到底是给了你什么样的好处啊？
让你这样帮他说话，该不会是床上的好处吧？白雨薇，你还真是记吃不记打。燕州哥哥，他又打我。沈清，我劝你啊，不要自甘堕落。原本我想着我东山再起的时候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做回我的舔狗。现在看来，你要是把自己弄脏了，我可就嫌弃你了。这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罗彦州，论脏，谁能脏得过你啊？我告诉你，沈清，你不要不识好歹。等我重回了董事会，夺回我的一切，你就算跪着求我，我也不会给你机会的。你放心，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绝对没有回到集团的机会。沈清，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哦，绑上了个方特助，能左右得了我？就是，自不量力，等你能够得上萧总的脚趾头再说吧。这女人还真是疯了！你们再敢对沈总出言不逊，就让保安把你们赶出去！你一个小特助，搁这咋咋呼呼啥呢？等萧总来了，我会告诉他，你滥用职权把他放进来参加商业宴会，扰乱宴会秩序，还给了他什么虚名？沈总，哎，你们两个还想在集团混吗？你知道沈总什么身份吗？简直不知死！还演呢，哥们儿，你信念感是真强啊！看来沈晴没少在私下给你培训演戏啊。陆彦州，你的妄想症才让我大开眼界。行了，这宴会也快开始了，想必萧总也快到了，你们两个还是识点相，赶紧走吧，别在这儿碍眼了。我要是怎么？这场商业宴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沈晴，你是真自作多情啊！啊，你该不会真以为这场宴会是为了你举办的吧？真是笑死个人啊！你该不会是小短剧演多了，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吧？来，各位贵宾都来看看，你们有谁认识这位沈总？不认识的，没见过呀。听到了吗？你怎么做戏也不做个全套？怎么不把在场所有人都给收买了？哦，想起来了，你没钱了呀？拍卖会的时候就打点关系，全用完了呀。唉，沈清，同样的方式呢，用2遍，那可就没意思啊。你们也太放肆了！保安，你还叫上保安了？方特助啊，我劝你拎清楚啊，你要为了他得罪我这个即将进入董事会的新贵吗？就是啊，沈清不管是给了你什么样的好处，他始终只是一个底层人，而燕州哥哥才是集团未来的接班人。白雨薇，陆彦州，你们东山再起的美梦还没醒过来呢。方特助，帮他们预约一下精神科，好好治治脑子。是。给脸不要脸！保安，把他们给我丢出去吧！你想丢谁？你要丢谁？啊，萧总，他勾结你的助理，而且还冒充贵宾，扰乱宴会秩序，所以我就让保安把他们俩都丢出去。萧总，是他们一直出言不逊，得罪了沈总。萧总，他们2个勾结在一起，沆瀣一气，你不要被他给蒙骗了。站了这么久，脚都痛了。小池，你怎么才来啊？抱歉，处理了一点重要的事情。萧总居然在给他换血，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啊？沈琴，你可真是好手段啊！
肖总真贴心，谢谢。贱人，你怎么勾引的肖总？你叫他什么？肖总，你……燕州哥哥，肖总，他就是个破鞋，你不要被他给骗了。谁敢再对他不敬，都给我扔出去！肖总好魄力。沈总，过奖。沈总，难道他真的是？不可能。肖总，你怎么认识的沈晴啊？就因为他送了你一幅画，你就对他青睐有加？那我呢？我什么时候可以进董事会？谁告诉你一幅画就能进董事会？你把集团当儿戏是吗？不是。那你为什么对他青睐有加？而且，这个消息不是我先听，雨薇，不是你告诉我的吗？是啊，我从拍卖行打听来的消息应该不会有假的。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想要进董事会，得靠实力，我不会给任何人开会。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我又被你耍了，白雨薇，你跟我说过这消息准确无误吗？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我的股份全卖完了。燕州哥哥，这也不能怪我呀，我这都是在帮你，我哪里知道消息是假的？是啊，是拍卖会传出来的消息，不应该有假呀。肖总，我送您那个画，你难道不喜欢吗？喜欢不代表你可以罔顾集团的规定，徇私进入董事会。这话谁说的，你就去找谁。那他呢？他凭什么可以当沈总？我也可以啊！肖总，你敢说你自己没有徇私吗？没错，这不公平。他一个小职员，短短几天成了沈总。沈清，你敢说你没有拿你的身体做买卖吗？我当然敢。谁告诉你，我只是一个小员工啊？你妄想症又犯了。那不然你是谁？你一个退了圈的三流小演员，又没钱又没权，我们公司肯要你已经是给你开了天恩了，你还想往上爬吗？肖总，你这么做好像不太符合集团规定吧？陆彦洲，那我就告诉你，集团是谁说了算。肖总，我知道是你收购了港城集团，现在集团你说了算，但你初来乍到，这么多人盯着你这么双标，好像不太能服众吧？双标？陆彦洲，你就这么确定我是靠肖总生意？不然呢？你还能凭什么？当然是凭我有手段，而你没脑子。你这样说，不过就是为了掩盖你的不正当性吧？肖总，可能你不知道吧，这个沈晴以前跟过我，就是我身后的一条小狗。这样的女人，你还想要吗？找死！我亲自收拾她。你疯了！你敢当众打我？沈晴，你不过就是仗着肖总给你撑腰，你就为所欲为了吗？我不靠任何人，马上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有多可笑。各位宾客到齐了，接下来隆重的向大家介绍集团的新任总裁任晴小姐。他真的是集团新上任总裁？怎么可能？他就是我以前一个玩物，他凭什么？沈晴是总裁，那肖总又是什么身份？怎么会对他言听计从？
对啊，萧直是华尔街精英，那么多老总都抢着高兴聘请他，沈清他凭什么？他们两个肯定有什么交易。感谢各位前来参加这次的商业宴，我作为集团总裁，欢迎大家。各位，在此之前，一直是萧总在对接我们公司集团业务，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新任总裁，大家不觉得奇怪吗？沈清，你说你是我们的新任总裁，总有什么凭证吧？陆彦舟，在你眼中，我们这些出身平凡的人就是底层的蝼蚁，只配被当作玩物，永远没有翻身的可能，对吗？这是港城集团被收购的文书，执行人萧直，收购人沈晴。不可能，这好像是真的。这怎么可能？你哪来的这么多资金？你哪来的这么多资金？这还要感谢你啊，陆彦舟。当前累计金额50亿元，收购陆氏集团资金已充足。对啊，他怎么拥有那么多足以收购港城集团的资金啊？难道真像短剧里演的，她是隐藏身份的神秘大小姐？沈清，既然你早就收购了港城集团，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从生日宴到拍卖会，再到商业宴，种种迹象都表明了我的身份。可你们太笨了，就算我亲口说出来，你们也不信。脸不打得疼一些，你们又怎么能清醒过来呢？所以你才故意耍我，故意放出假消息，就是为了变卖我的股份。陆彦舟，你总算聪明了一回。没错，我就是耍你，让你尝一尝被玩弄的滋味。沈清，你太过分了！过分？我对你们的报复，比得过你们伤害那些女孩的万分之一吗？你说我伤害他们，你有什么证据吗？有证据是吗？好，那我一一告诉你。哇！我猜他们像吴昊那样，歇斯底里，又哭又闹。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说不定呀，跟那30号一样，直接精神失常进疯人院了呢。我求你了，别跟我分手！我求你了，别跟我分手！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他那么爱彦舟哥哥，依我看啊，他八成会像48号那样，找个地方跳下去，一了百了。你爱我吗？跳下去，爱我你就跳下去啊！跳啊！这种事情我做得出来？他私底下玩的这么过分？这些，就是你们这个团体对普通女孩的狩猎游戏，伤害他人的体质。原来他们是这样的人，太恶心了。没想到他们私底下玩的这么过分，真是把别人的痛苦当乐趣。陆彦舟，这么多年了，你们把他人的尊严和情感践踏在脚底下，也是时候该清账了。清账？不过就是分个手而已，他们自己要死要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陆彦舟，你无耻！我无耻？哎呀，分个手就要死要活的，是他们自己承受力不好。什么时候法律法规规定要赖在我身上了？陆彦舟，就是你把他们还有我妹妹逼疯的。萧直。哦，哈哈，是那个42号吧？我说你们两个怎么串通起来？原来都是要报复我。你们说我逼他们，有证据吗？有人证吗？哦，我差点忘了，他们要走的走，要疯的疯，都已经了无踪迹了吧？陆彦舟，要想人不知，除非己灭。方特助，把人请上来。是他们。陆彦舟，你还认识我们吗？怎么可能啊！你不是离开港城了吗？明明记得你已经疯了。还有你不是在医院躺着吗？多亏了沈总慈善基金会的帮助，
才把我们治好。沈总不仅给我们医疗和生活上的帮助，还有心理康复，他还鼓励我们挣脱阴霾，向前看。沈总真是个热心人，支持沈总为这些女孩讨回公道。都乱说什么？我当时甩了你们的时候，你们连哭都不敢哭的大声，现在怎么敢出来当枪使了？他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啊？之前是我们不够勇敢，退缩了，但现在我们要一起揭穿你的恶行。白雨薇，你作为女性，不仅助纣为虐，还主动帮助拍那些视频。还有你们一个都逃不掉。胡说，根本就没有的事，你们这是污蔑。就是啊，这全都是你们胡编乱造的。是真是假，你们心里清楚。他们说的每一件事，时间、地点，甚至细节、聊天记录，我全部都有证据。怕什么？他唬你们呢！这么久以前的事情，有谁会记得呀？陆彦舟，你还真是没心没肺，你就不怕遭报应吗？你吓唬谁呢你？方特助，这是我和萧直为你准备的一份大礼，祝你早日下地狱。这里面记录着陆彦舟他们这个圈子玩狩猎游戏的所有证据，里面还有一份名单，清楚地记录着所有受害者女生的详细信息。都闭嘴！别以为拿这些东西就可以来指责我，感情这个东西就没有对错，你们凭什么骂我？陆彦舟，好好看看，你们是怎么被全网唾弃的？怎么会在直播？陆少，坏人怎么办呀？社会败类，现在网上全是骂我们的。怕什么？这群跳梁小丑就只会在网络上面叫嚣，我选中他们是他们的福气。等风声一过，谁还会骂我们？不，我家公司的股票出现了暴跌。白家也是，怎么会这样？不过就是一场游戏，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只是一场游戏，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群众的愤怒。我妈打电话来了。笨账东西，你干的好事，公司的股价都被你害跌停了，立刻给老娘滚回来，看我不打断你的腿！喂，爸。你个不孝女，白家被你害惨了，以后不许你再回白家，少来你这个女儿！不要啊，爸！喂，爸，全都赖我，我被白家给除名了。陆彦舟，都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非要玩什么狩猎游戏，我才会落成这样的地步。我现在被白家除名了，公司也都没了，都是你害的。对，都是因为你，害得我家也受牵连。陆彦舟，都是你惹的祸，你快想想办法呀！你放手！你们两个凭什么指责我？当时玩狩猎游戏的时候，你们两个不是玩得很开心吗？我选中人，把他们玩的又丢的时候，你们两个笑的不是很大声吗？再说了，这网上的消息嘛，过一段时间风头就过去了，你们怕什么？你当然不怕了，你们陆家早就已经破产了，你也没有股份了，烂神一个，破罐子破摔。我们当然跟你们不一样了。这个贱人，说什么？精彩！这出狗咬狗的戏码还真是精彩。你才是那个罪魁祸首，我弄死你！你敢动他，你承担不起后果。爸，班长，你不是说会想尽办法进集团董事会，重新夺回陆氏吗？现在网上都是骂你的声音，你要是被集团赶出来，就别回家了。爸，不行，陆家还剩一些家产，必须是我的。一旦离开集团，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沈晴，沈总，我知道错了，看在咱俩以前相好过的份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呗。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跪下！
沈总，我真的知道错了。错在哪儿了？错在我不该得罪你，不该拿过去的事情伤害你。只有我吗？还有他们，我不应该玩弄你们的感情，践踏你们的自尊。我认错，对不起，可以了吗？我不接受。对，我们不接受。对不起啊，沈总，是我追欧蒙了心，才助纣为虐的。我们不是人，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保证会改的。对，沈总，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您就高抬贵手，放了我这一次吧。现在知道求饶了。如果我没有变成沈总，没有帮那些被伤害过的女生说话，你们恐怕一辈子都不会道歉吧？不是，不会的，我道歉，我认真的，我忏悔，我是真心的。我们也是，我们道歉，我们是真心的。我们是真心的。你没有真心，你们不是知道错了，是知道怕了。这不就是你们那些上流圈子的丑恶嘴脸吗？丑态百出，令人作呕。不是的，我真的忏悔，你相信我好不好？你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原谅你吧。我不原谅，绝不原谅。听到了吗？你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就可以抵消的，永远不能。是他，一切的主导都是他，游戏也是他发起的，猎物都是他找的，他才是罪魁祸首。对，还有好的主意，都是白雨薇提出来的，我就是跟着凑个数玩玩而已。主谋是他俩，跟我没有关系。沈总，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你们两个混蛋，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你们就没有错吗？亏你们还是男人，这就是你们的担当。我有你们这两个朋友，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还真是塑料友情啊！大难临头各自飞。你们不用相互推卸责任，因为我来之前已经把证据送去了警局，你们一个都跑不了。不，我不能进去，我不能离开集团，不然我就一无所有了。那我就完蛋了。沈江，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最开始确实把咱俩当成一场游戏，玩玩而已。但是我后面真的对你动心了，你相信我，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系统没有任何提示，原来他说的是真心话，可惜太迟了，也太廉价了。系统接吧。谎言报复系统已解除。这个曾经赐予我复仇资本的系统，从此和陆彦舟再无瓜葛，他已经没用了。沈清，小晴，你怎么了？没事。沈清，我是真的很爱你，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好吗？一次。不好。陆彦舟，从你第一天向我表白开始，我就知道这是一个谎言。你所谓的真心，虚伪又不值钱，不过是现在你我地位逆转，你失去了引以为傲的一切，才想起来说爱。没错，不要相信他。不是的，晴晴，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已经一见钟情了。当时碍于面子，我实在说不出口。我早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一定会向你袒露真心的。你所谓的真心，就是设计当众羞辱我，再肆意践踏一个人的尊严，然后高高在上的享受自己的优越感，让我感激涕零的接受你的爱。这样的真心，狗都嫌脏。陆彦舟，其实你谁都不爱，你只爱你自己，爱你的钱和地位。现在这些都没了，所以你慌了怕了，想拿爱当成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我们走吧。
嗯。什么？他醒了？太好了，谢谢医生。沈晴，小芷，沈晴，我有好消息跟你说，陆彦舟、白雨薇等所有游戏的核心参与者都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他们失去了一切，前途尽毁，而他们背后的家族也因为集团的全面撤资和舆论反噬而相继破产清算了。这场由我们共同掀起的风暴，终于让港城这个乌烟瘴气的圈子彻底洗净了。就算陆彦舟受到了惩罚，又能怎么样呢？我的姐姐依旧没有醒过来。小芷，其实我能上学，能够在华尔街立足，都是因为我姐姐省吃俭用，拼命打工供出来的。她是我唯一的家人，可在她受到伤害的时候，我却不能保护她。这些年我一直都很自责。小芷，这不是你的错。那个时候他们有钱有势，你单凭一腔怒火怎么可能扳倒他们？不过现在你做到了，我们为你姐姐还有所有被伤害的女生讨回了公道。还有，我刚刚就想跟你说，你姐姐她已经醒了。真的？就在刚刚，我让医生把陆彦舟他们被绳之以法的消息告诉了你姐姐，你姐姐突然就清醒过来了。我想这就是她一直以来的心结吧。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沈晴。抱歉，我太激动了。没关系。沈晴，我喜欢你。虽然我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可以学，我可以学习怎么对一个人好。好啊，我可以教你。你这么聪明，一定很快学会。你这么说，就是答应我了？我怎么可能把你这么好的男人给放跑了？我现在要去看我姐姐，你愿意跟我一起吗？当然。你姐姐喜欢吃什么水果，或者喜欢什么花，我们都买一些。走吧。走吧，去看姐姐。尘埃落定后，生活仿佛才真正的开始。萧芷践行着学习恋爱的承诺，方式笨拙却无比真诚。他从不轻易许诺，但答应我的每一件小事都必定做到。和他在一起，我的心前所未有的安定。小晴，一切都稳定了，你还想重回演艺圈吗？我想至少真正拍一部像样的好戏，拿一个实至名归的奖项，这样才没有遗憾。好，你只管去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外面的风雨我替你挡。谢谢萧总。不客气，沈总。爸，我出来了，你在哪儿呢？拜你所赐，我已经躲到了国外，你别再来找我了。爸。雨薇，我没钱了，你能借我点钱吗？陆彦舟，你好意思吗？我现在都要靠人包养，我哪有钱借你啊？滚一边去！
贱人，你竟敢勾引我老公，看老娘我打死你！啊！救命！喂，兄弟。谁他妈跟你是兄弟？陆彦舟，你还敢来找我？我变成今天这样都是你带坏的，以后老子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原来以前的我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等失去了一切，才追悔莫及。报应，这都是我的报应。申总好，肖总好，申总和肖总好般配啊！我们就先去上班了，拜拜，走啦。看着这些女孩走出了阴影，有了更好的发展和未来。她们都是坚强又勇敢的人，值得拥有最好的一切。对了，小强，我看了你主演的《谎言天亲计划》，演得非常不错，我相信可以获奖的。不过我很好奇，你里面那个系统是真的还是艺术创作？你猜？怎么了？怎么感觉有人在看我？没有人呢。不会是陆彦舟吧？你放心，他要是敢来纠缠你，我打断他的腿。嗯，走吧。